说到文莱，大家会直接想到传说中满地黄金还是黑金的超级富国呢？这一次我们的婆罗洲之旅会跨越文莱和马来西亚两国，直飞3个半小时。首先来到了位于婆罗洲北岸的文莱，这个面积只有台湾的1/6的小国，总人口更是少，大约只有45万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Royal Brunei Airlines. 就在这个袖珍的国度里，却藏着惊人的财富。文莱的全名是文莱达鲁萨兰，意思是和平之邦。当我们走下飞机，感受这里安静的空气，立刻就懂了这个名字的意义。别看文莱现在很小，回到15到17世纪的黄金时代，文莱帝国可是称霸整座婆罗洲，甚至连菲律宾南部都曾经为文莱国土。后来被西方列强瓜分，在1888年沦为英国保护国。伊丽莎白女王也曾在文莱为英国保护国期间拜访，一直熬到1980年才完全独立。当年英国查尔斯王子也有来参加庆典，不过老天爷对这片土地非常偏心，就在1929年，文莱发现了蕴藏量惊人的石油和天然气，这股源源不绝的黑金翻转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刚刚从桃园机场搭了3个半小时的飞机，来到了文莱的斯里巴加湾，现在是27度哦，台湾却是这个温度。我刚刚看了新竹的体感温度是-1度。出门前啊，要先在线上填好 e-arrival card， 另外还要填这个 Blue Health Portal， 也就是你的健康状况。然后从去年开始啊，文莱对台湾是免签，所以就填好这2个表格之后呢，刚刚入海关就超快的。Brunei Darussalam 我们现在要来叫车，出来外面这个气氛有点好齁，现在晚上7点，这个灯弄得暗暗的。靠着强大的能源收入，苏丹也就是国王把国民照顾得非常好。文莱实行0% 的个人所得税，看病只要1块钱文莱币，读书完全不用钱，包含出国留学，买房买车有政府的高额补贴，汽油比水还便宜。如此的终极社会福利，真的让人听了直呼不可思议。文莱的轿车系统是自己一个系统叫 DART， 我们现在来试着叫看。已经在台湾都设定好信用卡号码。P2 停车场这边，哇，好漂亮的清真寺哦，这也太漂亮了吧 ！P2 Pick Up Point。这里。对，我们今天的行李就是这样子，2个都是 carry on 的，总共7公斤加7公斤。一个小妞大特司机来了。大特的轿车在这边 pick up point。在那边等。Hello， 这个大特轿车11块，好吧。然后计程车是20块哦。今天住这家 hotel 看起来不错哦。没有来迎接酒。哎呀，真的啊。219。很舒适的文青风。
对他们很喜欢有香精味。刚刚一上飞机啊，就是整个都是香精，我口罩都戴整路。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来，电话簿，年轻人应该都没看过吧？电话簿哦，而且重点是它还放在床头，哎，表示非常的重要。现在8点了，要出去探索。他刚刚问啊，哪有的吃啊？哦，这有个披萨哈，我们走到这个河岸了，初步认识这个斯里巴加湾。晚上8点半哦，店都关了，然后天气很舒服。这个可能就是 shopping mall 哦，但是你看这边都没什么人。因为肉口不在这。对呀，我要把那个挂上去，哇，来到了 shopping mall 了，请用小心哦。你看这个，他们的路，我们刚刚啊就发现高低落差很大。刚刚另一半就 oops 了，摔了一小跤。他说：“哇，我来第一天，应该是说第1个小时就要 oops 摔一跤了。”哇，前面就是那个清真寺，奥尔马阿里清真寺。我们现在去找吃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叫做雅亚散苏丹 shopping mall， 好凉哦。我们要来吃这家 shopping mall 里面，旁边还有贡茶哦，这是炒萝卜糕哦。炒泡面3块哈。哇，我这个是 soto 阿阳，然后它有3个选择哦，一个是面，然后一个是就直接写米混哎，米混，发音就是米混，然后一个是 rice， 米混完全可以理解，就是米混，所以就说米混，看果然就是米混，太厉害了。soto 啊是汤的意思，那阿阳是鸡肉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一个鸡肉汤面，汤头非常的浓郁哎。还加了很多的香料，因为新加坡币跟文莱币是1:1等值的，所以就先换了新加坡币。结果一来啊，Dart 的小妹直接就说可以用新加坡币哦，就很方便。然后他就找了我文莱币了，想要来吃冰淇淋。1块钱的冰淇淋，还有一个可爱的。晚上不能喝酒喧闹，所以都没人。好安静哦，现在才9点半呢。哇，前面的景色这么漂亮。他们很多公车啊。有公车对，就是人很少。他们总共就是45万的人口。理发店哦，
好有趣哦。不要走在中间，后面到我。哇，好凉哦！用手指头去舔。他没有猪肉。啊，可以可以可以。牛肉的，请问他现在是有？好烫哦！我这次文莱旅行的规划，前半段的2晚住在奥马尔阿里清真寺附近的 The Brunei Hotel， 以奥马尔阿里清真寺为主，在清真寺周边散步，而且这一区还可以直接玩水上人家。后半段就住在杰米清真寺对面，这 hotel 非常舒服，也是我此番文莱旅行的首选饭店。不过从饭店走出来后，要走到天天餐室勉强还行。最离奇的是，另一边才15分钟步行距离的嘉洞夜市，却完全没有人走的道路。问柜台的人员也说，走路很危险，必须要叫车。这也反映了文莱因为汽油便宜，人人出门都开车，也因此没做什么公共交通设施。不要说人没地方走，有时候是连道路都没做。最有趣的是，我们最后一天要去瀛洲号，直线距离可能才500-600公尺，但这中间没有路，而且还有河，却没桥。即使叫车，也是为了要过河绕一大圈。所以我这2区的安排，我们就只能尽量走走路，再搭配 DART 轿车，粗浅地认识一下文莱这个新奇的国度。广泽尊王，这个腾云殿是文莱苏丹唯一认可的华人庙，而且腾云殿上面啊还有民国49年岁次庚子中秋的牌匾，所以就是台湾人建的啦。然后进去这个庙啊，要脱鞋耶，跟清真寺一样。水很脏。我们饭店就在前面这里，刚刚就是沿着河走过来。这个地图上面就是写着鱼市场，我们要来逛一下。摊子少少的，有番茄啊。再看，前面更多。我刚刚看那个番茄1块钱。哦，这边有番茄。多丑！多少的对？他说写是鱼市场，但是没看到卖鱼的。嗯哼，哪里？哦，番茄鱼。哦，这很危险。
他吃这么多辣椒。现在是中午12点50分，我们刚从饭店走出来，从这个河道来逛。天气非常好，很热。文莱这个国家啊，我们今天是来第2天，是号称相当富有的国家，在东南亚 GDP 人均呢是仅次于新加坡，比台湾少一点点而已。它被马来西亚给包围，左边是沙拉越，右边是沙巴。不需要路边停车费。他们的一些建设啊，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好，比如说没有捷运啊，然后在路上很有趣哦，竟然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机车跟脚踏车，全部大家都是开车，因为石油非常非常的便宜。就那边 ，over there，OK， 直接在这个河岸上面就被招揽生意了。然后他问我们要 close 或者是 go around the village。我们就想说 go around the village 的话大概半小时，然后他还可以帮我们放在一个地方散步个20分钟，他再载我们回来。我觉得这样好像不错，总共20块钱2个人。小心哦。好，这样上去了。对啊，小心。好。上船咯。会飞船。如果说清真寺是文莱的信仰中心，那这片甘榜雅邑水上村庄就是文莱真正的发源地。早在13世纪，这里就是文莱帝国的首都，历代苏丹也都在此居住。当年麦哲伦船队来到这里时，一位探险家惊叹地称它为东方威尼斯。直到100多年前，还有超过一半的文莱人都住在水上，直到1906年，行政中心才搬迁至陆地。现在的水上村庄依然住着3万多名居民，仍然是具有功能完整的水上城市，有自己的水上学校、水上警察局、消防队，甚至还有水上清真寺。走在错综复杂的木栈道上，水上计程车在屋檐间穿梭，这是文莱人与水共存了1000年的生活方式。前面那个是皇宫。
you done your work, I will put there the blue roof. OK， Yeah. 刚刚坐的这个小船，游这个 village 真的好有趣哦，我是觉得非常的值得。然后这个船司机很喜欢聊天，他们很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有非常多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资源。我们说我们台湾都没有这些资源，都要从别的地方买，他还很讶异。当然说，那你们车子怎么发动？那、当然要买啊，好可爱哦。我们刚刚就是从对面过来。上面是太阳能板。刚刚船司机说，其实已经不多人住在这。我觉得他让我们走这个比较坚固的，不要掉下去。对。会不会掉下去？哦，这里好像是一间民宿，刚刚在地图上面有看过。天哪，来住这个民宿好棒哦！前面就是奥尔马阿里清真寺。养鸭、养鹅人家。很有趣耶，超漂亮的。这是水管哎。好危险哦！
昨天晚上来逛的商场，今天白天一样没人，很棒。我们要再进去吹冷气了。商场上厕所要0.5块哦。新型的喷水池哈，昨天一样的角度，2栋 building 的商场，前面就是清真寺。奥马尔阿里赛义夫丁清真寺是文莱国家的精神地标，当地人称它为旧清真寺。1958年完工的宏伟建筑是以现代苏丹的父亲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清真寺最迷人之处在于它优雅地坐落在湖上，纯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建筑主体，以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纯金圆顶。湖面上还停泊着一艘仿古的苏丹御用石方，这是我们提过15世纪黄金帝国的第5任苏丹博尔基亚的御用船只，巧妙地把过去辉煌历史与现代信仰连接在一起。我们披上伊斯兰的绿色长袍步入礼拜堂，大理石与璀璨的水晶吊灯再次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华丽。非穆斯林走右边，穆斯林是走左边，他们可以进去里面。非穆斯林就是这一小框的区域。在这极致的奢华中，最触动我的是外围的角落。真的很漂亮。当我们走到被白色金字廊柱包围、带有喷泉和水龙头的小净池时，看着教徒们在祈祷前安静地洗涤着自己的手脚与脸庞。大家一直在这边清洗自己。我的袜子湿掉，对不起。这是一种洗涤心灵与肉体的仪式，让人深深感受到以最纯净的状态来到真主面前的那种无比虔诚的心灵。哇，超美的，你看。哇，太漂亮了！这个纯金打造的黄金，真的是24K 的黄金圆顶。这进来里面是要出值，但是可以看到是法国佬都不遵守规矩。我气到不想走这啊，这是大头。而且人家这个是很神圣的，又不是他洗脚地。他洗脚，他没被他们看到。我们又要去百货公司了。但很便宜。说这边有名的虾饼，不知道好不好吃。1.3厘，1.3厘。
我们要来这个 food court 吃东西。热的，大家看到这3层，不知道是什么，对，看起来很好吃哎，好像叫 Colomay， 那也是古晋那边的东西哎。真的。Colomay， 这个就细面条，上面还有鸡肉，看起来好丰盛哦。3块就是75块，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的细意面啊。小摊子有开店了，苏食店呢。说这边有名的虾饼，还蛮清爽的，蓬蓬酥酥的。哇，你看这个身材比较大一点的，他是用屁股先进去，我今天也很害怕。这是文莱河，这个岸边真的很棒，前面就是水上人家，好多人在这跑步。文莱的道路很多这样子高高低低。当我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在市区里悠哉哉地散步了几天之后，我对这个国家有了完全不同的体悟。你以为这种 GDP 名列世界前茅的富国，到处都是华丽的摩天大楼，或是满街的超跑吗？结果完全没有。文莱的街头异常平静，市区里看不到高耸入云的建筑。据说这是因为规定任何建筑物都不能高过清真寺的尖塔。在这座实行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城市，超过80%人口是穆斯林，一天5次的欢拜声准时回荡全城。每当广播响起，人们便会自然地放下手边的工作，平静地祈祷。这就是文莱一种极致的富足感，因为生活什么都不缺，又有虔诚的信仰作为精神依托，不需要去争抢。这是一份建立在强大底气之上真正的和平与宁静。邮政总局，好多面的时钟啊！以为有丁散，结果只有早餐才有，好可惜哦。然后这都很夸张哦，万寿无姜盘。然后我点了一个菊普菊花茶加普洱茶，扬州炒饭，超香的百花鱼肚羹。百花鱼腹羹、鱼肚羹，看起来好好吃哦。这种就是很厉害的羹。自己的。现在才8点半哦，
不是半夜12点哦。今天的早餐买了很多的番茄跟橘子。杰米吧，是杰米吗？这个超。我们今天住2015。哇！我们今天住 J Hotel。有浴缸的房型，这个面板很 high tech 哦。我可以躺。然后竟然又有烫衣板呢，温带人好像很喜欢烫衣服。真的。可以看到杰米清真寺的29个黄金顶。现在有点晒。这 hotel 超级面宽，超级大。那我们运气很好，是住在这一边，所以可以看到杰米清真寺的圆顶。车道旁边有蛮宽敞的人行道，所以应该不算难走。文莱就是家家户户都要开车，所以这个马路都很大，然后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在走路。但是这个看起来很像高速公路的路，真的是一般的马路哦。因为走到这边好像商场的，好像有一个超市。哇，有超市就好凉哦。有米酸。前面有一个有米酸奶。天天茶室。那我们到楼上。泡到水里面的，烫的。这一瓶不知道是什么，好大哦！哦，辣椒酱。超辣的，来拿过去，你等一下准备吃。海南鸡饭，这一份3.5块。pasta。上面还点了一个 gobi 酥，这个
个叔叔啊，好像就是炼乳。路上车子很多，然后高低不平，很危险。文莱的书单好像就有7000多辆车，这家吗？找是哪一家？应该在这啦。对啊，看一下。千层蛋糕，好好吃哦。都是车道为主，但是要走应该也不知道，勉勉强强也可以走啦。我们要走过去杰米清真寺，那这里的确有一个人行的红绿灯哦。你说乱丢垃圾要罚3万块？对啊。3万块是75万台币耶！天哪，那太不得了了吧？你有没有多算一个零？清真寺的开门时间都要配合他们祈祷的时间，所以下午呢是2点开到3点，紧接着开门应该是5点到6点。昨日看过旧清真寺的优雅，接下来我们来到文莱最大最奢华的杰米清真寺，这里展现的是国力的极致霸气。1994年为了庆祝现任第29任苏丹登基25周年而建造的杰米清真寺，可以见到清真寺的外观由29颗巨大的圆顶所组成，这全部都是用24K 纯金打造。我换上紫红色的长袍，走进清真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这29阶的白色大理石阶梯上方，那面令人惊叹的彩色玻璃天窗圆顶，热烈的阳光过滤成温柔的七彩光影，洒在通往祈祷大厅的路上，真可说是极致的伊斯兰美学。圆顶上还印有古兰经的书法。缓步走入庄严的祈祷大厅，一瞬间，所有的喧嚣都静极了。抬头望去，是一个巨大的白色花纹圆顶。在伊斯兰教中，白色象征着纯洁与谦逊，搭配着璀璨的水晶吊灯，营造出一种仿佛真主照耀大地的神圣氛围。好多星星在一闪一闪的感觉。
这是国王走的参拜路，从花园进来，然后坐电梯。我们再次走到外部庭园，清真寺正面的长长廊道与水池，建筑在这里形成了完美的对称美学。金顶在阳光下闪耀，极致的奢华与深沉的宁静，竟能如此完美的并存。想走路去嘉东夜市，但是真的没办法。突然变金色的说，要打灯啊，就刚刚都还没有啊。对啊，很近，却走不太到。蛮多人的，对。游览车也来了。这两天看到的都没人，今天是全文来的人都在里面了，超多人。你不要一直，人家还没停车，你要走去哪里？大肠阿梅，小小一只。哇，这个哇，对哦，我们是不是要戴口罩？结果忘记戴了。哇，这个夜市真的好多人哦！我们来看一下要吃什么，要怎么逛呢？喵，前面那个烧烤成这样子。说喵来，喵就来了。哦，有喵。它是晚上。好夸张哦！冒烟成这样哇，这个好夸张啊！难怪有人就说要戴口罩。我们来看这个排那么长的在干嘛？我也想来排。好多种颜色哦。我觉得这个好多种颜色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好想喝哦。这
一家大排长龙，反正不管3721，我就排了。那起应该是饭的意思，然后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有烤鸡、炸鸡之类的。永远要相信大排长龙的店。没有，他们就是这个这样子，这样子好了。我先吃了这个羊肉，然后还混了这个鸡翅哦，还有金钱炸的。先买了一个这个柠檬水、柠檬汁，这个好好喝哦。虽然里面冰块很多，但是柠檬好浓郁，才1块钱。然后一个饭，然后上面可以放羊肉啊，然后我们还自己加料。还有羊肉饭，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自己夹这个炸鸡在饭上面，所以我们就自己夹了一堆，这样5块，好好吃哦。那个酱是辣酱，辣辣甜甜的，应该有点类似森巴吧。然后我们就坐在这里，吃完第一拖了，现在再来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呢？榴莲它很夸张哎，是用整串来卖的哎，它太多种了。但是它一个18块，对啊，卖水果的，1公斤4块的3组。我们刚刚就是看到超多人排队的，就点到超好吃的。现在还继续看哪一家在排队，好像都没有什么排队了。为那么熟？好，都是让你选你要的吧。饮料还是这家好好喝哦，然后再来喝一个。我讲那个意见，算了，再让你。这边好像有名的是那种鸡屁股，但是我完全没办法吃鸡屁股，所以我就不考虑了。多少人？这是沙爹，3串1块。不要。这个要吗？这是什么？花石类。怕，已经死掉很久。1公斤3组4块，还有榴莲，这一盒10块。是没有人走的道路，但是我们刚刚就是这样走回来。昨天夜市有卖的彩色甜甜圈，右边那个炒面，然后那个炒饭。在文莱的第4天，出门都要叫 Dart。
车上正在唱阿拉。这看起来好像有人行步道，但是其实不连续。来银洲号了。绕下来。巴丹西风，它的成分表在这里。我要点鸳鸯黄面包，结果他叫我点花生的。现在下午12点50分，快要1点了，人不多。对的。哇，这个奶油的存在感超强。还有另外这个像蛋黄一样颜色的酱，是有点类似咖椰酱的，有椰浆啊，然后鸡蛋去调制的。哇，有花生的。花生也不错。哇，看起来超好吃的啊！Ginger tea， 然后这个是印度拉茶。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海南面，餐具都泡在热水里面。对面。好好吃哦！这个很像鳝鱼面的酱，但是呢，更有独特的辣味。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是鱼片，好吃。刚在吃。听说这个柱子黄金的，还可以抠出黄金来哦。
通往海边的手扶梯是关闭的。有人看到小卖店的精神来了。哦，看起来不错。以前周末有下午茶，听说现在没有了。等一下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吃。啊，好舒服哦！刚刚里面太冷了。玻璃很大。这应该是另外一间餐厅。哇，这太漂亮了！好吧，还是要怎么做？
完一杯又点了一杯。二坊天天餐市了，今天要吃牛食面，还有 c o l o m a Thank you. 它这边看起来好吃。它是牛杂吗？牛杂的呀。牛杂看一下，牛杂挖出来，哇，那很多种，牛肉。捞什么？这边有一家韩国。店是有开的哦，你不要小看都没人。吴尊的面包店，但是另一半一直在说吴尊到底是谁？朝圣完毕，没有想买。我出来旅行就有蔬菜不足恐惧症，早上一定要啃这么多。所以真的欸。
药也是比较，这比较可爱。哇，这个真的是有哎、小小的机场但是却很温馨可爱。温岚的感觉就是很安静，到处人都很少。